这位是霍小姐。哦，她是我养母，我叫穆代。哦，穆小姐，失敬失敬，请坐。介绍一下，李才李先生，马图文马先生。我这儿呢有一个小小的规矩，为了保护先人的隐私，在这个空间里头不可以照相、录像和录音。而且呢，一会儿这个屋子的信号将会被屏蔽，你们的手机呢，我会妥善保管。大哥，他有手机屏蔽。照他说的做。各位，这就屏蔽了啊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题。介绍一下，岑春娇，这次的信息提供者。各位定金都已经付过了，等他讲完以后呢，你们再决定要不要付尾款。各位可以质疑他所说的真实性，如果有什么疑惑的话呢，我们按老规矩投票表决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如果半数以上的人认为信息是值钱的、有用的，那么各位爽快的付钱。那就开始吧。这几桩鱼线杀人案的凶手叫刘树海，5年前就死了。几桩5年前就死了？是的，5年前。当时我在济泉西郊客运站的一个旅馆里当服务员，就是那种特别低端的小旅馆，被褥也常年不换的，住的客人3教9流的，干什么都有。那天我值夜班，喂，前台吗？203，要喝热水。嗯，好。刘先生，刘先生，进屋之后那场景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刘先生，那个热水来了，我给您放这儿了。刘先生，我扶你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
三人李建立，男59岁，女秀英，女55岁，李亚青，女23岁。他为什么会以那样的方式说话？他杀了什么人？怎么杀的？他杀那个人为什么？而且他说话的样子就像打报告一样，特别恐怖。他说了几件案子2件，落马湖是第1件案子。第2件呢？老板，一件有一件的价钱，你也懂的。但是他就是杀人犯，而且用的就是鱼线。那后来呢？人、尸体都在，确实是死了，但是他的背上被人割走了一大块皮。报警吧！不是，这会经理已经报警，有人报警了吗？人皮是被割走的，你跑出去之后有人进来过啊？没有任何人进来啊！而且那个走廊是个死胡同，我就站在那里，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人进出。那你凭什么说那块皮是被人割走的？因为那个伤口的边缘特别光滑，那肯定是人为的，而且是利器割的。利器割的。啊！我的个乖乖！哎，姐妹，你自己听听你说的这些话扯不扯呀？你要说这人死了，我们大伙儿还能相信一点。关键是一块死皮，谁要一块死皮干什么呢？就是给割了一块人皮，倒霉少一张人皮，你去查查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们当时就报了警，而且走廊里看热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。精彩，编的有鼻子有眼的啊，看得出来下了不少功夫。万老板，做生意要诚实，打听不到真消息不丢人，编瞎话骗钱，吃相就难看了。不是老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编瞎话呀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没说这件事是假的，也许当时那小旅馆确实死了一个人，也许那死了个人被人割了人皮，但他跟22年前落马湖的案子没关系。刘树海也不是落马湖案的凶手。刘树海就是杀人犯。撒谎！我没有撒谎！你不买我的线索呀，王老板！我的线索是真的，你可以不买啊。王老板，我花钱是为了查落马湖的凶手，其他案子再诡异10倍，我也不感兴趣。咱们都是买家，我要的是消息，只要真消息，假消息我1分钱也不会给。你们的意思呢？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罗哥，这个消息怎么说？父亲。哎，好嘞。整件事情就是这样。今天来的我和一个姓马的都是代理，那人傻呵呵的，看不出什么。但是有一个叫李坦的，他一口咬定消息是假的。红叶，你觉得呢？据我了解，我也觉得岑春娇说的不太对。假的啊？合着我在这坐了半天，听他编了个故事啊。不过红叶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李教授呢是我的恩师，他家的事儿啊，我一直放在心上呢。不仅是通过万分火。哦，那咱们这钱付还是不付？照付吧。外先生这么多年去打听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。好吧，红叶，人真好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还托了别人。哦，你刚说那位李先生好像很了解当年的事儿，你去多接触一下他，看看他都知道些什么。行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那先挂了啊，红叶。还有鱼线杀人。
我！去死吧！他明明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怎么可能没死？李先生，不好意思，2比1。马文虎，能搞到真消息，我命都能给你。这钱你收着亏心，我花着不值。李先生，请留步。今天的参会者，我在巴蜀别院都订了房间，晚些时候还有资料要发放，您可记得一定要来拿。万老板，那我也先撤了，晚点回来。好，穆小姐请便。哎，罗哥，我要回车那儿。啊？为什么？照我说的做，往你的左手边走，右拐进商场。哎，罗哥，我现在已经到商场了。怎么说？继续往下走。继续往下走。你被跟踪了。我被跟踪了？快跑！好。按呐！几楼？5楼。有病吧？啊！哎呦！哎，办的怎么样了？这么长时间。万老板有规矩我知道，但规矩都是人定的，没必要认死理。摄像头是我放的，以后不会再用。还有，你的生意我没什么兴趣，请你以后也不要过来找我。懂，我都懂。哎，先生，这瓶酒咱们标价200。200。好嘞。亚青，你放心，他们都在糊弄你，我绝不会糊弄你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揪出来，揪出来。把钱包还我！站住！哎，回来！把钱包还给我！
是从着，练架子，扎手，就他，别大意，咱俩一起上。钱包还我。哎，都2回了，咱俩跟拴上了似的。今儿这档子事儿和您没关系吧？不该您管的事儿您偏管，你懂规矩吗？啊！那什么，这东西先给你吧，你自己看着吧啊！真他妈不仗义！把钱包还我！在这儿呢，看看有没有少钱。钱不重要，主要这张照片，丢了就没了。姑娘，谢谢你啊。哎，起来，道歉。哎，算了，他们是团伙，别跟他们纠缠，省得惹一身麻烦。这位大哥一看就有经验啊，你得听劝。我那兄弟要真勾来人来，你也吃不了兜着走。是吗？是啊，是。哎，你看，干嘛呢？抱着我干什么呀？姑娘，今天多亏了你啊。但是一个女孩在外面还是少和这些地痞流氓瞎接触，容易吃亏。嗨，谁怕谁呀？李叔，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查落马湖这个案子？你呢？你这个年纪，案发的时候还没出生吧？你又为什么查呢？我呀，我是替我养母来的，她是李教授的学生，恩师一家出了这么惨的事儿，她一直放不下。难怪。因为他是谁啊？他叫李亚青。他怎么跟红姨这么像？他叫李亚青，李教授的女儿李亚青。如果那天没出事儿，那一年我们就订婚了。20多年了，为了这个案子，我丢了工作，弃了前程，追查了半辈子，还不是心里有坎儿过不去吗？李叔，你确定你那个朋友真的死了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说这件事情查清楚了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觉得，万一看错了呢？你当我瞎吗？不是。你觉得我连自己的爱人都认不出来？我当时还是警察，这种事儿我能搞错？凶案发生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。你知道我都看到了什么？现场惨不忍睹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我甚至能在脑子里复原出亚青是怎么倒下的，怎么被拖动的，又怎么被铲进那该死的鱼线里。李叔，我累了，你慢慢喝。对了，你养母既然是李教授的学生，也算是沾顾。你告诉他，别信岑春娇的话，
哎，为什么呀？2年前凶手又犯案了，同样是玉县，同样手段残忍。我跟他打过照面，只可惜我没看清他的脸，所以5年前死的刘树海肯定不是凶手。您回来了，哎，妹妹，你看我多乖，我都没敢挪窝。第几次了？我昨天你叫我妹妹了吗？这么年轻漂亮，叫别的不叫姥姥吗？看出来你是惯偷，报警完事儿。别，怎么能是惯偷呢？你这么想，我拢共就做了2票案，还全都折你手里了。我手这么潮，能是惯偷吗？我就是那个悬崖边上的孩子，你拉我一把我就回来，推我可真下去了。我师傅说了，人在江湖路自选，在一在二不在三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没有下次了啊！您放心，打死我也不敢了。谢谢。瞧你那德行！怎么着，准备跟踪报复啊？不能！我是看您身手怪利索的，心向往之，不知道有没有荣幸可以认识一下？没有。妹妹，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功夫啊！哎，这是我的偶像李港龙，他的片儿我全都瞧过。但是现实生活当中，我遇见的会功夫的人，您还是头一个。这个，您这功夫还都使我身上了，是吧？这所谓不打不相识，在下曹延华。孔曹延华，军委陶江，名字这么来的？您瞧，您连我名字的典故都知道，真是文武双全啊！当然了，论拳脚和您比那是太微末，可我也会些个江湖手段啊，保不齐什么地方还就能帮上你。你就比如现在，我就能明确地告诉你，从茶座到这儿，是哪个色狼在盯你的梢。Follow me。注意了，表现得自然点啊，朝我的斜后方看。水果摊儿，穿棕夹克那小子就是，错不了。刚才我被捆那儿的时候，有一无人机就嗡嗡嗡的飞，我还以为拍我呢，赶紧躲起来，没成想那飞机朝你去，那很明显了，先偷拍再跟踪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要是为了报复我，诓我骗我，妹妹，这话就伤人了。我钱进杯曹爷，就算要报复，也不能用这么不入流的手段。信我，那小子有鬼。今天的草莓挺新鲜啊。对，今天刚到的货。啊，要不给您来一盒？好。怎么支付？好，慢走。喂，你干嘛跟踪我啊？我跟踪你？哦，你可能误会了。我朋友在这边住院，我过来看他，空着手去不太礼貌，所以就来买点水果。可能是碰巧，跟你走重路了吧？是吗？不过姑娘，如果你只是想认识我的话，
我叫罗任，这是我的号码，你可以随时打给我。就让他走了？看来这刘树海的生平挺有意思的。之前就是一普通人，说生于安和，为人一直本分，后来去了大通旅游，遭遇了交通事故，翻车进入了河中啊。昏迷了48个小时才抢救成功，为医学奇迹。出院后离家而去，半年后死在了济泉旅馆。哎呀，看来这大难不死，未必都有后福。这上面说，刘树海从来就没去过落马湖。他家人是这么说的。他后背果真少了一块皮啊！那姐妹没有胡扯呀。浪费时间。唉，老板，我也先撤了。穆小姐。嗯。这是霍小姐在我这备的另外一个案子，麻烦你转交给她。张光华，这人是谁啊？红衣，你看了吧？万叔说这些遗物是村民在大通的野河滩发现的，那一带常有山洪爆发，他应该是没逃过，遇上意外了。对了。李叔说，凶手2年前又犯案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布袋，你帮我再去找李坦，了解下2年前的案子。哦，那我先挂了。好的。难道老天不开眼，竟还让你活着？张光华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他要查的这个人，恐怕已经死了。死了？这个张光华也是落马湖人，他跟李亚青同住一幢楼，案发以后他就失踪了。也在落马湖？一个故人，想知道他的下落而已。钱不重要，主要这张照片。
丢了就没了。跟丢了？不赖我，那小子具有极强的反侦察意识，而且你也瞧见了，他那大悍马多愣，咣一小油，咱这淳朴的人民群众跟不上。哎，妹妹，你说那小子是不是瞧上你了，所以才做出这么疯狂的事儿？要我说呀，他长得也挺精神的，是不是？原来马图文背后的人是罗让。快跟上！不那车吗？又让他跑了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什么意思啊？开车那小子我认得，大花纹的，酒吧一条街小有名气的驻唱歌手。前几位曹爷，您客气。能不能找到他家在哪儿？一定能。行，再信你一回啊，走。定位显示已经到了，那这么多家哪家是他家？不行，咱转转。呀，这不那车吗？哎，问一下，这是3号楼吗？岑春娇，岑女士今天没来？她提前走了，说家里头有急事。哎，那小子，在这儿截胡呢。他来这儿做什么？走。拿着。但是我们旅馆在主街嘛，所以有一个监控，能拍到一些人进人出的。我当时留了个心眼，存了一个底，但是警察来了也没查到什么。监控备份什么时候给我？我现在就可以回家拿，你给我钱就行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山河？没有啊，他就提了落马湖、达伦特尔、小山河，怎么了？原来真的有无暇。罗刃，他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别可将。我。
李叔，您去哪儿啊？穆代姑娘，事儿结束了，晚上航班便宜，我准备走了。也是，我红姨也催我回去呢。本来以为这次能得到点线索，可又空跑一趟。20多年了，一直在空跑，每次都一样。不过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连那张照片都丢了。走了。李叔，您几点的航班呀？有事儿？我请您喝2杯。李叔，您能跟我说说2年前这个案子的情况吗？那件事儿发生在小商河，不过追本溯源，还要从落马湖说起。每年到出事那一天，我都会到现场走一走。我干什么？就是想在屋里转一转，提醒自己别放弃。20多年了，成习惯了。那一天正是落马湖案整20年，是雅静的生日。当时我正在楼道里抽烟，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人进了雅清家。他进去干嘛？我不敢靠得太近，但我从门缝里隐约能看到，他在用手一处一处摸着墙上被钉子凿过的洞，像是在重温以前曾经的记忆，还很享受。你知道吗？有些心理变态的凶犯，就喜欢在纪念日重返犯罪现场，重温当时的感觉。总之，在那样的日子，他以这样的身份出现，我不信他跟这个案子没关系。那你没抓他？我早就不是警察了。再说，凭感觉当不了证据。我决定先盯着他，我就这样一路小心翼翼。一路盯到小商河。小商河？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商河？没有啊。我追着他来到小商河，找了好多天，终于在一个铺子里发现了他。走进铺子才发现，一家人都死了，那个凶手还在用鱼线绑尸体。我当时满脑子都是，不能再让他跑了，至少先打晕了他再说。但他头部受到我的重击，却跟没事人一样，力气也出奇的大。我被他打得很惨。直到突如其来的大火让他慌了神儿，我才找准时机将他压制。没想到突然有人偷袭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医院里了。谁送你去的医院？不知道。医生、护士都没有看清。我从医院出来以后，听说出事那一家是一间羊肉铺，半夜熬汤的时候，
火苗不小心从火塘里窜出来，烧了半条巷子。等火扑灭的时候，那一家人烧的几乎都没有了。那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吗？你没报警吗？当时头受了伤，记忆混乱了好一阵儿。我养了小半年，才陆陆续续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。我也想过报案，可一来，案子已经结案了；二来，我又提供不了有力的证据。我连凶犯长得什么样都没记清。如果你当时被打晕在了现场，应该会被警察带走或找你问话的。可是他们没有，就说明你当时已经被带离了现场，并且有可能被人送去了医院。可是一个连环杀人犯，凶手为什么偏偏放过你呢？是啊，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我应该死在那场大火里。有没有可能那个年轻人跟凶手不是一伙的？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同伙，他都是关键。李叔，您被打晕前不是看见他的脸了吗？画下来呀，5、6分像也行。你以为我没做过吗？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张脸。有的时候想劲儿大了，头像炸开一样。你试过催眠吗？那种歪门邪道的东西怎么能信呢？李叔，催眠是科学的，它能帮助你把潜意识回到现场，帮助你场景重现，很有用的。我之前做过催眠治疗，而且我感兴趣还去学了呢。来，姑娘，如果你学过，要不你拿我试试，我信你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那点伎俩入门都寒碜。你可以找万叔，他会帮你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。哦，对了，李叔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李教授是不是只有一个女儿？雅青有个双胞胎姐妹，2岁就被拐了，一直没找到。喂，红姨。布袋，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好几天不见你了，红姨都想你了。红姨，你是不是又去拜佛了？耳朵倒是挺尖。红姨，我这趟不辱使命，我从李叔那儿得到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呢。我跟你们说，李叔说凶手根本就没死，2年前犯案的时候还和李叔交过手。没死？真的没死？对啊，没死不是挺正常的吗？红姨，你怎么啦？红姨，红姨。哎，妹妹，你这去哪儿啊？回利息。回利息？别，你多待几天，我请你吃饭。下次啊，我赶时间。下次你还回来？师傅，去机场。哎呀，红姨，哎呦，莫大呀！红姨，你睡好久了，你没事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早就回来了。我没事儿，我呀，今天太阳太大了，晒得我头直晕，又被车蹭了一下，但没事儿啊，放心吧。没事就好。快去吧。行，那我去楼下看着点，有事叫我啊。
这都喝半瓶了。跟你喝酒喝一整瓶又怎么样？这酒好贵的，你不吃亏吗？怎么会？哎，老公，老公，这儿呢。喝一板还没跪够是吧？不是，他是让我看看。哎，麦坎伦，好啊，改一个字儿就骗到手了。你死渣男，你不要脸！哎，不，别，我对你是真的，我跟他真不是那，哎呀，老公，他跑了你不追呀？夏老板娘，你可别这么叫我，我担不起啊，我追，我追不了。开个玩笑，使使劲儿啊！那我帮你蒸了补，我这么技术了哈。哎呦，夏老板娘，我是顶不住你这8年的功夫，我这手要断了，救我！现在救我！牡丹，在这瞎闹什么呢？红爷，哎，你松开啊！你别总是欺负13000。我没欺负他。这张叔在外面忙活了半天了，你赶紧让他去帮帮忙。就是。去吧，快去追吧。你上来，有话跟你说。哦。切，追他个屁追！杜甫，爷宽容，不跟你计较。张叔也是，这杜甫也不告诉我，真是的。你呀，别总跟13000过不去。看你，总叫人家13000，我连他的大名都忘了。我叫他13000，就是时刻提醒他，你帮他还了13000块的债，他得感恩戴德，他欠你。那也不是白欠的，13000块，他要在我酒吧打工1年呢，这样算下来挺合适的。打工1年，哎，您瞧着吧，这1年啊，得各种揩店里的油水做小账。他这种人才不会做赔本买卖呢。哎，红姨，您不是睡下了吗？怎么又起来了？李老师家的案子啊，是压在我心口的一块石头。快跟我讲讲你打听到的事情，要不然红姨真的睡不着了。那个李坦在小商河看到的凶手，多大年纪？有多高？个子不高，好像这么高。不对呀，哪不对啊？啊，没事儿。那不吃了，红姨，你都吃饱了。哎呀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哟，读副手，拆个包裹就那么开心啊？啊！拆会计的快乐你不懂，我知道擦桌子快乐。哎，这快递单号呢？这能是快递吗？谁送的啊？匿名的，不会是爱慕者送的吧？我早上看放门口没注意到。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桌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别可惜啊。李叔，催眠挺管用的，画像画出来了。是吗？
这就是那个罗任跟落马湖案凶手是一伙的。他年纪也不大呀，这案子都过去20多年了，说不定是凶手他儿子呢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这个罗任真的很可疑。我在那个乌江的时候，他就跟踪我，后来又买通陈春娇截胡消息，那现在又跟到丽溪来，总不能是来旅游的吧？我关心老师家的案子是人之常情，就为这个，他们跑来对付我，这不至于。红姨，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什么恩师？你是李教授的女儿吧？嗯。你怎么知道？这很难吗？我看了李坦钱包里的照片，那李亚青的照片跟你一模一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再一打听，李教授家本来就有一对双胞胎，其中一个2岁多被拐了，那被拐的是不是就是你？长大后回家寻亲，发现家里出了事情，所以一直追查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有什么好瞒的呀？真是太见外了。你这个小机灵鬼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严重的。你想啊，凶手犯过那么多案子，都是灭门的，我觉得他多少心里有点变态。他会不会发现你是漏网之鱼，觉得自己当年的事情没有做干净，想完善一下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人都找来了，防是防不住的吧？怎么防不住？这事在人为，说不定我能揪住他，把他送去法办呢。以后每晚都要检查安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哎呀，谁呀？大晚上还打电话？喂，你好。喂。今晚不会来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见。太嚣张了吧！明天见，你都有吃素的呀，明天见。没本事的人才虚张声势，哼，等着你来。大姐，我问一下，叫谁呢？黄大海。对不住，帅哥，问一下，木代住这儿吗？木代，你找他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看看呀，你这咋了？还挂彩了？你是不是偷东西让人给逮着了？被打了吧？你瞧，你真冤死我了！我这才叫一言难尽。就跟我一块玩那几个孙子啊，太不规矩了，非要在医院里头出活，还专挑老头老太太下手。那老头老太太，你说他那钱是什么钱？那钱是拿来救命的，偷人家那这丧良心啊！我赶紧给拦了，这帮人不干，还要揍我。我不信，你良心这么好？真事儿啊，我能惯上他们吗？直接就跟他们滚起来了，身大力不亏啊。就是滚的动静太大，把警察给招来。木代，这位就是你外地来的朋友。嗯，他叫曹延华，这我红姨。姨，你好。您好。那位是张叔。姨夫。啊？您好。不是，他是帮忙的。这要13000。哎，这见过。哎，对。你的住处定了吗？他还没定呢吧？你是不是没定呢？没呢。这样吧，别费那个钱了。我记得13000房间是高低铺是吧？你那上铺是不是空着呢？老板娘，我来安排。咱们啊，聚散随缘酒吧，相逢即是缘。好话。嘿，
刚我没听清楚，您是叫曹？我曹延华啊，我曹兄，兄弟像骂人。我三兄，哎，对。哎，曹兄，要是咱在那门口的地板上用黄金镶出一个豆子，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日进斗金。哎呦，就是吉祥话。你们俩真的是，曹延华，你给我回来！牡丹，曹先生远来是客，你得客气一点。看你那凶巴巴的样子。啊，靠窗那桌刚进来的，赶紧给人家点单去。嗯。你教着点我。哎，我试试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喝点什么？有什么推荐吗？如果您喜欢喝鸡尾酒的话，152轰炸机还不错，曼哈顿也不错，口感就……你刚刚推荐那几款酒，口感怎么样？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喝酒的，不是来跟你说话的。别想动我红姨。老板娘。红姨，他是罗刃。后同是吧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罗刃。咱们曾经是邻居。邻居？你忘了吗？我家住在落马湖陈前巷11号。我记得有一年下大雨，你家漏水，我爸还帮你修过雨棚呢。我想起来了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差点没认出你来。怎么样，你爸还好吗？我爸？对，你爸。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请你喝一杯吧。好啊。红姨，担心什么？没事的，我们就在那边。走。真是邻居。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难道我应该成群结伙的来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同伴吗？同伴？小商河，半夜羊汤，你还为了你的同伴打晕了李坦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他怎么没有来？你好像很期待他过来啊。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，对吧？你也不是真正的火子后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着？啊，
我没事儿。这么喜欢？我愿为之拼到最后，即使命运扼住咽喉，喊我性命就跟你走，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共赴命运的事无谓携手。哪怕披荆斩棘，也一定要去拯救。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候，让我们执着。就算不烈火一起战斗，在梦魇之后，害怕什么？又怕什么？有什么意义也没有。这么不惊吓？莫代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我有几句话，请你仔细听。第一，我知道刚才的情形很像是我攻击了霍子红，但你亲眼看到了吗？第二，我调查过霍子红。他家境不好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姨，像吗？第三，我现在放你走，但你不许回头。如果回头的话，别怪我改主意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，我没事啊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妹妹，小老板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那人怎么样啊？啊，没受伤，没抓住，打不过，让他跑了。来，休息。穆代，我感觉有7、8分像了。这2天，我打算把杂货店转手，钱一到位，我就带着画像去小商河，大不了见人就问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揪不出这个人。
很会选地方，内外都有摄像头，人也很多，很懂得保护自己。放心，没动过手脚。无功不受禄，不受你东西。草莓我也没吃，扔了。木歹，其实我对你印象挺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想知道。你功夫好，但下手知轻重，留余地，跟你打交道不累。你刀都架我脖子上了，还夸我武功好，讽刺我呢吧？说真的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有非常扎实的传统武术功底。如果较真起来的话，我应该不是你的对手。我也能看得出来，你走格斗路数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无所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是来谈落马湖的案子的吗？那我有个要求。你说。有2种人会对落马湖这个案子保持关注：基友和凶手。3路人朝万烽火买消息，我弘毅和李坦是基友。你呢？你对我弘毅挺了解的吧？李坦你也挺熟的吧？你找我聊可以，那你要我们全盘托出，你自己藏着掖着的，不太好吧？我很忙哦，你要不说我可走了。你父母和你妹妹？男的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叫罗文淼，是个历史学家。叔母去世之后，他为了专心研究地狱史，带着女儿娉婷搬到了小长河。大概2年前，叔叔忽然失踪了，娉婷报了警，我也帮忙回来找。可没过多久，叔叔突然自己回来了。叔叔，爸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问他去了哪儿，他说是落马湖。叔叔经常去外地出差做学术拜访，我就没在意。可当天晚上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叔叔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都几点了？叔叔，罗人，不要让我去杀人，把我关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一直追问，可他却表现得像是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，就好像跟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。可能是正因为印象太深刻了，我一直有所防备，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反锁大门。叔叔，我进来了。白天叔叔外出的时候，我也尽量跟着。这是在干嘛？后来几天都很平静，我就放宽了心。可
可没想到。陆小刀，快醒醒，醒醒！我爸他不见了。你不是反锁大门了吗？翻墙走的。你相信吗？我叔叔50多岁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连自行车都骑不好，他居然能翻过4米多高的围墙。而且我觉得那个人满头白发，应该好对付，可我没想到，他力气如此的大。我立刻追出去，途经一条小巷，巷子里有一户着火了，里面有人在厮打。你去看了？屋里的景象很惨。李坦是不是也在啊？刚开始我以为李坦是凶手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正掐着我叔叔的脖子。你知道的，有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一个画面，并不是真相，但你会仓促下结论。我知道。当时我把李坦给打晕了，叔叔就在这个时候跑了。我看到他的眼神，那种嗜血的眼神，我立刻明白是我搞错了，我叔叔才是凶手。当我追出去之后，看到他的速度和力量，那根本不是我叔叔，可他确实是我叔叔。那后来呢？陆小刀，我爸他怎么了？叔叔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？啊！说话，老人。不要让我出去！平平，把绳子拿来，快！我把叔叔绑起来，先去找李坦，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。我得问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刚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谁杀的人？抓住了，终于抓住了，抓住了！说什么？月清，终于抓住了！你说清楚！我送你的山里。我赶着送李坦去医院，于是把叔叔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吩咐娉婷等我回来商量。李坦误会大了，回去我跟他解释解释。我以为把人绑上，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双重保险，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已经尽最大速度赶回来了。可没想到，叔叔死了。娉婷，娉婷疯了。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许他听说我要报警，赶紧把叔叔放了出来。可法医鉴定，叔叔是自杀。那娉婷为什么会疯呢？就算目睹叔叔自杀，至于被吓疯吗？直到我见到了曾春娇，了解到柳树海当时发生的情形，我才意识到，娉婷也许经历了同样可怕的事情。整件事情都太诡异了。我从这个案子开始回溯，从李坦开始查，知道了落马湖案。但落马湖案的真凶绝对不是我叔叔，
他那个时候还在国外求学，后来了解到了有霍子红是好人物，然后我整合我所能寻求的一切线索。如果这是一场大戏，现在整个戏言都在霍子红一个人身上。陆丹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红衣不可能是凶手。他也许不是凶手，但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还记不记得昨晚我们在后面聊了一会儿，他上来就问道：“他没一起来吗？”那个他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当时就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了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到一起来呢？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我意识到我们在鸡同鸭讲，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但聊的不是同一个人。他说的不是我叔叔，而是真正的凶手。他的语气让我觉得他跟凶手打过交道，于是我扎了他一下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红。接下来他什么反应，你也看到了。想起什么了？张光华。张光华是谁？张光华是我红衣在万烽火那儿背的第二个案子，他也是落马湖人，而且之前跟李亚青住过同一栋楼。后来，落马湖的案子发生不久，他就失踪了。再后来，他的贴身物件被发现在大通的颐和滩那儿，好像人是遇难了。大通。大通？地名怎么这么熟啊？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。刘书海翻车落水的地方。对，就在大通。对。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放哪儿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下午也没见到木袋了。行，那你再找找吧啊，哎。哎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啊？红衣。来啦！我这个，哎，最近发生太多事儿了，我想祈祷一下，保佑咱们酒吧平平安安的。哎，红衣，你都来了，那你来吧。好了。怎么样？我没找到。啊？我不知道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到底放哪儿了。没事，万烽火那儿应该有底本。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3起案子大致情形我都了解了，得尽快理出他们之间的关联。
直觉告诉我，里头应该有条暗线。等，3起，不是2起吗？哦，对，达罗恩特尔那件事情你还不知道。哎，要不去我家，你帮我梳理一下，我给你补充更多细节。去你家？不了吧，太晚了。也行。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再联系。行。不是，你住这儿啊？那我这……请进。这你家啊？租的，拎包入住。来啊！去哪儿？房间。啊？哎，资料在我房间。哦。资料在哪儿？这里能看到酒吧啊，还能看到我房间呢。我说这2天怎么总有一种被人偷窥的感觉？偷窥一般是不良目的，我这种叫侦查或者观察。来看资料，刘树海死前提过2个案子，一件是落马湖，另一件岑春娇没说。所以你私下向岑春娇买通了消息？这个案子发生在5年前，达伦特尔，牧区，冬天，犯案的手法也是先杀人，后使用鱼线。不过这个案子没人知道。没人知道。受害者被雪困住，又有狼群，这个事情就算在天灾头上了。话说回来，这几个案子从地域上看有什么规律吗？彼此距离都很远，看不出什么联系啊。时间上呢？第2起和第3起案子之间隔了3年，但是第1起和第2起案子之间居然隔了17年。然后就是每起凶案的凶手，我始终觉得第1起案子不是刘树海做的。第一，2起案子相隔时间太久；第二，案子发生的时候，刘树海才刚成年，怎么会突然到落马湖杀死跟自己毫不相干的李雅青一家呢？对啊，我之前一直没有头绪，直到你跟我提到张光华，很巧吧？张光华也住在落马湖，而更巧的是，张光华的遗物遗落在大同，柳树海也是在大同翻车落水的。他们2个都有一个时空焦点，大同，而柳树海和我叔叔之间也有一个。柳树海是在济泉死掉的。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叔叔失踪那次，我帮忙回来找。我问娉婷，叔叔离家出走之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结果娉婷告诉我叔叔曾经去济泉出差，回来生了一场大病。从那之后就不对劲。5年前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叔叔买错票，是我跑错了地方，阴差阳错的住进岑春娇的小旅馆。好，那好，就这样。上楼右拐，一直往里走，202房。岑春娇说刘树海住203啊，这么巧啊？
就是这么巧，单双号门，刘叔还死的时候，我叔叔也在。经理已经报警了。报警了。还记不记得，刘叔还死的时候，背后少了块皮？嗯，岑春娇说过，他背后的那块皮形状特别规整。我叔叔也是。刘树海自大通落水之后就不正常了，你叔叔从济泉回来也开始古怪，我觉得有问题，就好像一个杀人接力游戏，前一个人死了，后一个人继续接力，再去犯案，然后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想到什么了吗？想到什么？接力赛结束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刘书爱死的时候，我叔叔在他身边，接了下一棒。而我叔叔死的时候，他身边还有个人。卞婷。